臭猴子，不要偷我的包！不好了，我们装龙虾的包被猴子偷走了。这臭猴子，全部给我吃了！我昨天好不容易抓到的龙虾，这下全没了。还在那里看啊？行啊，吃吧，撑死你们！我们都这么苦了，还抢我们的早餐吃。我们的野猪笼被触发了，里面的椰肉被吃得干干净净，估计也是那群猴子干的，吃完就跑了。把可能松动的地方用藤蔓给它加固一下。诱饵我还是用的椰子，野猪进来不光能喝上椰子水，还能吃上椰子肉。大头，龙虾没有找回来，全部被猴子吃了。我就知道，我真想给他们炖呢。不要生气了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目前啊，我对这个野猪笼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。如果说后面真的能搞头野猪的话，那够我们吃好几天了，想想都流口水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要把今天的食物啊先解决掉。走，大头，走。在野猪岛已经待了好几天了，我们需要制作一些生存工具，这样才会慢慢的不再为食物发愁。岛上的丛林里生长着很多藤蔓，今天我要利用它们来制作鱼笼。编织鱼笼对我来说已经是老手艺了。一个合格的鱼笼往往会帮助我们轻松的获取到海鲜，没费多长时间我就制作完成了一个。制作完成后，我开始下水寻找诱饵。岛上的浅水区生活着很多比价蜘蛛螺，我寻找了一些，计划用它们的肉来搞鱼吃。俗话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至于这个鱼笼能不能收获一些美味的鱼货，就看我们的运气了。鱼笼已经布置好了，但是今天光靠它肯定是不行的，我们还得做点其他事情。哇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吃点海螺补充一下体力吧，不然哪有力气去干别的事儿啊？行。一会儿我决定啊，继续带着我的鱼叉下海查鱼，然后大头呢在岸上用螺肉钓鱼，这样我们两个分头行动啊，收获应该会不错。鱼钩我都准备好了。这岛上的天气太热了，我们休息会儿就出发。行，现在开始行动。我又开始带着我的鱼叉下海尝试了，今天务必要插条鱼上来。但是当我准备好看到鱼儿的那一刻，我的信心又消失了，因为白天的鱼儿实在太灵活了，它们能精准地躲开鱼叉的攻击，似乎对我的鱼叉不屑一顾。每次潜下去插鱼非常消耗体力，在尝试多次失败后，让我感觉非常疲惫。哇，一条鱼也插不到，那鱼跑得太快了。我还是不要太过于执着的去插鱼了，搜寻一下礁石洞，或许会有好收获。果然在一个洞里我看到了食物，我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八爪鱼爪子，我尝试去拽它，但怎么拽也拽不出来。此时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获取到食物，所以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。我开始用力的抠它的爪子，还尝试用鱼叉去插它。经过了长达20分钟的搏斗，我成功的把洞里的八爪鱼制服了。此时的它用尽了最后的力气，喷出墨水后便失去了战斗力。哇，费了好大劲呢！紧接着我又在另一个礁石洞口看到了一条八爪鱼，为了防止它跑进洞里，我立马发射了鱼叉，结果只插到了爪子。我开始用力去拽它的头，本以为这次能轻松的收获，却没想到它冲我喷了一堆墨水后便消失了。好在最后在我的摄影师协助下，我们找到了这条八爪鱼，并把它制服了。过后我又看到了一个很大的青星蟹，别看它很可爱很笨拙，它的力气可是非常大的，被它夹到会痛不欲生，所以必须要小心。除了螃蟹和八爪鱼，这里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海螺，除了最常见的蜘蛛螺以外，六角螺也是非常多的。这种海螺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所以每天潜水的时候我都会捡一些。本以为今天插鱼又以失败告终了，当我准备上岸的时候，我却发现了一条很大的刺豚，它看到我后立马钻进了洞里。此时的我迫不及待的要吃鱼，所以我瞄准了它，一击命中。别看它浑身都是刺儿，肉质可是非常鲜美的。在我潜水的时候，大头这边也收获不错，在岸边钓到了一些小鱼。我都准备上岸了，结果发现了一个刺网。你看这个个头不小呢，好几斤重了。这几条鱼咱们就用来煲汤了，其他的老样子烧烤。这个刺爆的鱼皮啊，咱们给它晒干了再吃。八爪鱼呢，给它穿成串啊再烤。大头啊，这样烤的八爪鱼好香啊。这鱼也好吃啊。今天我们得把这些东西都吃完，要不然又会被猴子偷了。来了这么多天了啊，一直吃的都是海鲜啊，特别想换一下口味。但是野猪笼已经做了2天了，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一直被猴子捣乱，是不是方法行不通？但目前呢，别的我还真想不出来。没有好办法可以告诉我？实在不行咱去挖个坑。明天再说。哎，快来一起吃啊！这个海螺还有这个八爪鱼啊。对了，秦哥，咱的鱼笼还没收啊。是啊，我们的野猪笼触发了，里面好像有东西。哇，怎么是只猴子呀？你看它还在里面吃寄居蟹呢，小家伙。
啊，我以为是头野猪嘞，白高兴一场。我也是，在印尼啊，猴子是不受保护的，而且很多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猴子。但我们呢是过来挑战生存的，没必要把猴子打进去。所以说这只猴子还是要把它放了。都是在这个岛生存的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？来，大头给它放了啊，好吧。猴哥走了，走了。哦。看来这个野猪笼根本就搞不到野猪啊，我们还是放弃它，想想其他办法吧。走。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吃上野猪肉。在印尼，野猪并不受保护，而本地人因为习俗不吃猪肉，所以这里的岛上生活着很多野猪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泛滥。假如在这里能吃上野猪肉，我们的生活质量肯定能提高很多。所以我和大头这2天在岛上挖了一个坑来获取野猪。由于这里是沙地，所以挖起来并不是特别费劲，但也消耗了很长时间和大量的体力。挖这个坑真的太耗费体力了，搞得我们筋疲力尽的。不过好在也是完成了。就是不知道哪个野猪啊会掉进来。这个沙土堆呢是我们做的一个标记啊，以方便我们辨认。但是野猪呢肯定是看不出来这是啥的。金哥又累又饿呀，走吧，我们去找吃的。走。这个岛上有好几片红树林啊，这只是其中一个。你看很荒凉啊。其实这里啊是有很多食物的，就比如说这种遍地都是的丁螺，真的遍地都是啊。要想捡的话，估计捡1天都捡不完。个个都是肉很多的啊，你看很饱满。大头过来捡萝卜，顺便看看这个红树林还有没有其他的食物。哦，好，你在这里捡萝卜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的。我看现在退潮了，我们2个分头行动。行。哇，这螺真的太多了。上次在那边红树林发现好几只巨型螃蟹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。此时岛上迎来了难得一次的大退潮。通过无人机观察，岛的东面露出的礁石比较多，所以我决定去看看能不能搞一些食物。这里有2个很漂亮的石壁海胆啊，你看还在动呢，一个灰色的，一个黑色的。按理说这玩意儿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咱没尝试过，还是别吃了吧，给它放回去。这里好多这种五角海星啊，特别的多。这搁浅了一个河豚啊，你看这嘴巴，这个头要鼓起来得多大呀？它的嘴里有好大的一个寄生虫啊。不过我还是帮不了你啊，我怕被咬到。走吧。哇，这里一个刺豚啊，一碰它就鼓了，是不是跟皮球一样？你看这样子好可爱啊！不过今天你走运啊，昨天才吃了你大哥，今天就不吃你了。走你。今天退潮有点奇怪啊，除了蜘蛛螺都是一些不能吃的东西啊。我感觉那些大货啊退潮全部跑到深的地方去了。看来今天我们还得潜水呀。这次潜水我并没有傻傻的带着鱼叉了，因为每次徒手找食物收获也不错。每次下海我都会被这里奇妙的海底世界所吸引。每一块礁石上都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海洋生物，它们的形态各种各样，甚至有些我从未见过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没有带鱼叉下海，却看到了成群的鱼儿，甚至还看到了在海底一动不动的大鱼。此时的我肠子都悔青了，要是带着鱼叉就好了。这里的潮水上涨速度很快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必须要加快搜寻的脚步。经过长时间的寻找，我终于看到了猎物，在一个礁石洞里藏匿着一只大龙虾。它看到我后开始警惕起来，为了防止它逃跑，我迅速出手拽住了它的胡须，结果它力气太大了，一下就挣脱开了。我开始继续出手，这次我一只手抓住了它的头，用力把它揪了出来，另一只手又抓住了它的尾巴。我成功了，但此时岛上突然变天了。哇，终于抓上来了！哇，好大呀！现在起浪了，我们回去走。潮水一涨上来就起浪了，你看这个流水好急啊！我在水下泡了2-3个小时啊，只有1只龙虾，不过也不错了。今天收获有点惨淡呀。你就在红树林找到这种螺，没发现别的吗？刚刚实在太热了，我就回来躺了会儿。行吧，我先把这一烤了。这个螺啊，我们直接用海水煮了。龙虾和蜘蛛螺啊，给它炭烤。这些勉强估计够我们3个人吃了。哇，来大头，咱们1人1半。好，来。好嘞。吃个螺。哎，这个头留给摄影师，咱们吃螺吧。行吧。这个螺肉烤焦了以后真的很香，就是肉有点少了。这螺看着挺大的，肉就这么点儿。虽然今天有龙虾，但感觉还是吃不饱。毕竟我们今天3个人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光吃螺跟龙虾，感觉还是有点差点意思啊。没事，秦哥，吃这些螺就可以了，我很扛饿的。行啊，来，
快来一起吃吧，要不然只剩这个虾头了。这岛上的天气真的太多变了，一会儿阴一会儿晴，一会儿浪大一会儿浪小的。你看刚刚浪那么大，现在风平浪静了。这时候感觉身体好疲惫呀，我们去歇会儿。晚上都饿了，他们非叫我去下海搞点吃的，所以说我就带着这个手电还有这个鱼叉下海叉了几条鱼。话说晚上的鱼真的是太好叉了啊，尤其是这个青鱼，根本就一动不动的。现在大概是晚上的11点钟啊，这个正好到我们的夜宵了。荒岛生存啊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这鱼搞得焦香焦香的。多吃点，吃饱了好睡觉。